有一座用灰色花岗岩建造的高大城堡，里面有一个圆形楼梯，还有一条狭窄的走廊。走廊两侧排列着闪闪发光的全身板甲，噼里啪啦，在这间小房间里，柴火燃烧的噼啪声回荡着。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并排坐着看书，女孩有着像棉花糖一样蓬松的粉色头发，扎着2个辫子。她用坚定的语气开始大声朗读，说很久很久以前，在寒冷多雪的灰色城堡里，住着北方的黑发大公。北方的黑发大公是一个非常非常冷漠的人，从不对别人微笑，说话也从不会超过3个字，不洗热水澡，也不喝甜饮料。男孩被小女孩的故事迷住了，歪着头问米内利，什么是北方的黑发大公？女孩和蔼地微笑着回答，等少爷长大成人后，就会成为那个北方的黑发大公。男孩接着又问，成为北方的黑发大公到底有什么好的？女孩听到这个问题，笑逐颜开，想着每个故事的结局总是一样的，便说北方的黑发大公后来和一位美丽善良的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公主融化了他的心，一定是因为神明对我如饥似渴的阅读浪漫奇幻小说的行为很满意。我本以为在上班第1天的车祸中自己肯定死了，却突然在另一个世界醒来了。就在这时，门开了，一个棕色头发高高扎成马尾的女人走了进来，问我今天乖不乖。我觉得自己终于在一个浪漫奇幻的世界里醒来了，所以可不能让别人把我当成疯子，便强迫自己用欢快的声音说话，但声音听起来很奇怪，发出蛙母鼓呜的声音。但当我睁开双眼后，却发现自己身处这样一个截然不同的异世界了。这是怎么回事？自己这是要以婴儿的身份开始第2人生了吗？又怀疑这是不是一个老套的情节？那么我究竟变成了谁呢？一位公主，一位女皇，还是公爵家族备受宠爱的孩子呢？任何情况都行，放马过来吧，我有信心，无论处于何种境地，我都能创造出一个幸福的结局。但没过多久，这种信心就破灭了。过了一会儿，一个表情严厉的女人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指责朱迪不该在这里，应该守在少爷身边。朱迪解释说，少爷现在正在午睡，而且自己得照顾女儿。那女人却表示，如果少爷午睡醒来哭了，公爵不会轻易放过，让朱迪马上回到少爷身边。说完猛地摔上门离开了。这让我想到自己既不是公主，也不是皇妃，又或者这是那种先历经磨难之后才发现自己有秘密身世，然后扭转人生的故事。母亲犹豫了一下，然后咬了咬嘴唇，对我说，我们现在要去见少爷了。看来我母亲是那个叫少爷的孩子的保姆，所以她没办法多陪陪自己的女儿。我心想，如果自己哭了，肯定会有麻烦的，不管多想本能的哭出来，都得忍住眼泪。母亲把我抱起来，打开了门，一股冷风从门缝里吹了进来。她抱着我走在城堡的走廊上，我眨了眨眼睛，心想，这是什么荒凉的地方啊？我伸长脖子向外看去，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下雪了，现在天空中正在下雪吗？厚厚的雪花像白色的花朵一样从天空中飘落下来，在我目光所及的广阔大地上，我看不到一丝绿色。这是一个干燥、荒芜又寒冷的地方。我的直觉告诉我，这里是北方。就在这时，咔嗒咔嗒，在这座由冰冷坚硬的石头建造的城堡里，脚步声真的能回荡得这么响亮吗？母亲猛地吸了口气，把自己抱得更紧了。母亲把自己抱得太紧了，自己不得不使劲扭着脖子，直到脖子酸痛，才看到身后的人。这个男人身材魁梧，像头熊一样，他乌黑僵硬的头发半遮住了他那轮廓分明、苍白的脸，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眼神中充满了孤寂，但仅仅看了他一眼，就明白了一切。母亲颤抖的声音更是证实了自己的猜测。母亲说向大公阁下请安。自己意识到面前的男人就是浪漫奇幻小说里老套的角色，北方黑发大公。所以我真的成了一个生活在北方的小配角。如果我注定要成为一个小配角，为什么不能是在温暖肥沃、食物丰富的南方呢？当为自己那遥不可及的梦想哀叹时，大公那锐利的目光落在了自己的身上，心想，大公阁下为什么那样看着自己呢？自己眨了眨眼睛，看向大公，他那冷峻的脸上没有一丝暖意，继续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这让母亲不得不抬起头来。母亲犹豫着询问，大公阁下有什么事？大公回答没什么。然而尽管他这么说，他那冰冷的目光依然紧紧地盯着自己，还用低沉而沉重的声音说，自己没有避开他的眼神。听到他出乎意料的话，自己瞪大了眼睛，心想，自己应该避开他的眼神吗？自己觉得其他人可能都会避开大公的眼神，这眼神确实让人不敢直视，自己并没有觉得特别害怕，可能是因为感觉就像见到了书中的角色一样。大公接着用干涩的声音叫了母亲的名字，朱迪。自己惊讶地眨了眨眼睛，心想，大公阁下怎么会知道一个普通仆人的名字呢？母亲的反应也很不寻常，低下了头，不敢直视大公的目光，但声音却很僵硬，说，大公阁下不应该这样叫他，还称不符合礼仪。大公紧紧地抿住了嘴唇，他们之间弥漫着一阵沉重的沉默，暗示着他们之间可能有着一段不寻常的过往。自己满心疑惑，想着这是怎么回事。当然，作为一个旁观者，自己只想拿上一些爆米花，好好看看这场好戏。短暂的沉默之后，大公率先打破了沉默，语气毫无感情，完全不带一丝情绪地询问母亲，她不是公爵继承人的保姆吗？
现在在这里做什么？母亲那小小的身躯在大公的质问下微微弯曲，颤抖的手指明显透露出她的恐惧。自己歪着头，疑惑母亲为什么这么害怕。就在这时，自己意识到了情况，心想都是因为自己。大公和母亲之间肯定有某种过往，尽管如此，大公还是让母亲做了他孩子的奶妈，但母亲因为自己而离开了他的岗位。大公看着无法回答的母亲，看起来母亲似乎要陷入大麻烦了。大公又一次抿紧了嘴唇，似乎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便转过身开始走开。自己呆呆地盯着大公离去的背影，心想他就这么走了。自己困惑地歪着头，觉得大公看起来不像是坏人，便吮吸着大拇指，看着他那宽阔的背影渐渐远去，还猜测他也像小说里的北方公爵一样，有着复杂的经历吗？没有父母，没有家族关系，也找不到真爱。画面一转，站在一扇巨大的门前，母亲不停地提醒我千万不能哭。自己应了声，一个婴儿在温暖又吃饱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哭呢？自己专注地吮吸着大拇指，眼睛一直盯着门，心里想着快点让自己看看那张可爱的脸蛋。因为之前遇到了北方大公先生，自己觉得他是一个充满故事的人，所以更加期待见到他的儿子了。如果他像他父亲的话，肯定很帅，有着黑色的头发和深邃的眼睛，只会对他所爱的那个人温柔起来。自己盯着那扇缓缓打开的门，透过门，首先看到的是一张小床。自己疑惑，是婴儿床吗？窗帘随着从微微打开的窗户吹进来的风飘动着，那边的婴儿床也在轻轻地摇晃着。母亲发现窗户开着，急忙把自己放下，冲过去关上窗户。母亲把自己放下后，冷空气从地板上爬上了自己的双腿，自己不禁打了个哆嗦，觉得对一个孩子来说，这里太冷了。在这种时候，有地暖就完美了。还想着这里的供暖系统怎么了，自己环顾了一下房间，想着要是能找到锅炉的话，就把房间的温度调高一点。然后惊呆了，感叹这房间单是大小就无法相比，很宽敞，可以随心所欲的跑跳，而且每一件家具都很高档。还感慨就连贫穷的北方宫殿都这么大，这果然是个奇幻世界。自己摇了摇头，抬起了屁股，本打算再稍微探索一下这个房间，但就在这时，一声空洞的哭声传了过来，便好奇这婴儿会长什么样呢？会不会真的和北方黑发大公长得一模一样呢？好奇地盯着婴儿床，眼睛闪闪发光。然而哭声却很微弱，自己有点失望，心想这哭声就不能更有男子气概一点吗？或者忍住眼泪，或者干脆别哭。母亲发现少爷醒了，还说他脸颊都冻僵了，一边咂着嘴，一边从婴儿床里抱起了婴儿。自己目不转睛地盯着，甚至都流了点口水，心里着急地想着这婴儿到底长什么样。几秒钟过去了，母亲像向全世界展示一只小狮子一样，高高地举起了婴儿。自己看到婴儿的模样，惊叹他太可爱了，心想这宝宝难道是天使吗？差点让自己心脏病发作。当我心不在焉地盯着宝宝看时，他似乎感觉到了我的注视，转过头看向我。就在那一刻，宝宝发出咕咕的声音，对着我灿烂地笑了。他微微张开的嘴唇间，两颗小小的乳牙若隐若现。母亲看到宝宝这样，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轻呼天呐少爷。宝宝继续咕咕咕咕地叫着，朝我挥舞着他的小手掌，咧着嘴开心地笑着。母亲难以置信地眨了眨眼睛，小心翼翼地把宝宝放在我面前。宝宝直接朝我爬了过来，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我心里惊叹，不会吧，这么可爱的宝宝怎么能这么主动？从他的小手握住我手指的那一刻起，我的心就完全被他俘获了。于是咬着嘴唇，在心里暗自许下一个誓言，决定从现在起抛弃之前的一切，只忠于这个宝宝，要把他当做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即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忍不住在心里开起了玩笑。母亲没察觉到我的内心独白，只是温柔地笑着说，米内利，看来赛茨少爷很喜欢你呢。我欣喜若狂，意识到原来不只是自己被他迷得神魂颠倒，一股幸福的暖流涌上心头，努力地念出了公爵的名字，赛茨。母亲看到我困惑地歪着头，又重复了一遍宝宝的名字，说赛茨，赛茨阿尔卡曼，北方的大王子。我听到这个名字，意识到这里是浪漫奇幻小说《金丝雀的牢笼》的世界，而赛茨阿尔卡曼就是男主角。心里想着，问题是这么可爱的宝宝怎么会？毕竟金丝雀的牢笼有着一个悲伤的结局，男女主角最终永远分离。金丝雀的牢笼中，可爱迷人的卡纳利亚公主为了逃避成为皇帝的第12任宠妃，逃离了皇宫，最后来到了寒冷黑暗的北方。在那里，她爱上了体弱多病的北方大公赛茨，但最终因为赛茨太过虚弱而无力保护她，只好被迫让她离开了。他们那注定悲剧的爱情，就如同卡纳利亚公主带来的那个空笼子一样。我没想到赛茨就是这个宝宝，一想到这么可爱的宝宝长大后会陷入这样一段悲惨的爱情故事，我的心都碎了。回想起当初读小说的时候，就已经心疼的不行，可现在亲眼见到他，简直让人无法忍受。赛茨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男主角，他在寒冷的北方长大，没有得到妥善的照顾，身体虚弱，也没受过良好的教育，无法保护卡纳利亚公主。他唯一的优点就是心地善良，他在读者中甚至都不太受欢迎，因为他和典型的北方黑发大公形象相差甚远。回想起那些糟糕的评论区，我不禁叹了口气，握紧了拳头，下定决心要把赛茨培养成典型的北方黑发大公，觉得这样一来，他就能和女主角
幸福的生活很久很久了。自从我做出那个决定，7年过去了，我出乎意料的轻松适应了这个世界。我正从厨房偷偷拿一个苹果吃，突然听到一个明亮而清晰的声音喊我的名字，那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声音。我听出是赛茨在叫我，便转过身，看到一个有着闪亮黑发和最可爱脸颊的小男孩站在那里，他就是7岁的赛茨，阿尔卡曼公爵。自从我穿越到这个世界，已经过去7年了。凭借我超强的适应能力，我在大公的府邸里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成了赛茨的玩伴。我调皮的轻轻敲了敲赛茨的头，说他应该叫我姐姐。他撅起了嘴，嘟囔着我只比他大8个月而已。我回应他，就算是水里的东西，也有个先后顺序，月亮都已经圆缺8次了，这说明自己就是姐姐。赛茨觉得更厉害了，还气鼓鼓地瞪了我一眼，但即便这样，他还是可爱的要命。我看着他那圆溜溜的眼睛，心都快融化了，闭上眼睛，努力让自己的呼吸平静下来。赛茨注意到我的异样，神情变得严肃起来，关心地询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我回答不是，只是自己的心都飞出去了。赛茨没理解，问要不要帮我，还说可以给我吹一吹。我让他先转过去一下，其实是觉得他的脸对自己的心脏来说太危险了。当然我没把这想法说出口，只是趁着赛茨乖乖转过身的时候，深吸了几口气，还在心里感叹他太可爱了。而他的这个举动又让我的心陷入了新一轮的慌乱。我从还是个婴儿的时候起，就是赛茨最喜欢的人。赛茨可不是个好照顾的婴儿，他吃的少睡勉浅，还总是哭，但这个挑剔的宝宝却总是对着我笑。他对我的依赖程度简直太惊人了，每当他看到我，眼泪就会立刻止住，他的反应太明显了。就连大公本人都下令可以让母亲带着我一起照顾我和赛茨。从那以后，我几乎是和赛茨一起长大的。换句话说，在他还不会走路的时候，我就像姐姐一样照顾他了。在我自己都还不太能照顾好自己的时候，要照顾一个只比我小一点的孩子可不容易。不过也有好处，我能和赛茨吃一样的食物，穿高质量的衣服，即使是在下雪的冬天，也能在温暖的房间里悠闲地待着。我想着，要不是因为赛茨，自己可能早就得了流感或者饿死了。所以真的很感激赛茨。当然我也没有偷懒，赛茨现在也健康多了，和原著故事里不一样。赛茨现在有了胖乎乎健康的脸颊，可爱极了。我把他拉进怀里，在他白皙的脸颊上亲了一口，说他就是自己的幸运星。赛茨被我的亲吻逗得眯起了眼睛，歪着头好奇地询问幸运星是什么。我解释说，意思就是它是自己所有好运的来源。赛茨又确认好运，自己是我的好运吗？我肯定地回答，当然了，因为有他在身边，自己才这么开心。这些日子我真的很幸福，因为我唯一的工作就是照顾赛茨，没人给我安排其他杂活，而且我还太小，也不需要学习其他东西。我觉得自己只需要一整天都看着可爱的赛茨就好了，上哪儿都找不到这么幸福的生活。便傻笑着凝视着赛茨，他歪着头想了一会儿，然后也回报了我，说我也是他的幸运星，因为有我他才开心。我听后惊叹，哦，我的天啊，觉得在这一生中自己已经成功了，不需要回头看，已经是个成功者了。赛茨看着我的头发，突然他灿烂地笑了起来，说我的头发怎么像兔子一样是粉色的，看起来像糖一样。我想着糖都是白色的，便轻声笑了出来，询问哪儿有粉色的糖呀。赛茨摇了摇头，说洛基给我看的，还说洛基说这是今年专门为复活节兔子准备的。我惊讶地询问，真的吗？我心想，复活节兔子今年他们要做这个吗？又想到糖是从甘蔗里提炼出来的，但北方可不是甘蔗生长的地方，糖非常稀有，几乎是以黄金的重量来计算价值的，而洛基居然弄到了一些。自从我转世以来，吃了很多肉，但糖却远远没吃够。一提到糖，我的耳朵就竖了起来，立刻跳了起来，说自己太好奇了，现在就想去看看。赛茨表示洛基说这是个秘密，我提议就偷偷看一眼，还打算顺便拿上之前想吃的那个苹果。想着糖和维生素对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很重要，便兴高采烈地向前走了一步。但就在赛茨准备跟上来的时候，他的身体像被冻住了一样，僵在那里。我抬起头，看到一个巨大的黑影笼罩着自己，就好像一块巨石挡住了去路。这么高的人，我只认识一个，来人正是赛茨的父亲阿尔卡曼大公。我向他请安。阿尔卡曼大公真的就像是从小说里走出来的典型北方大公。我心中疑惑，他那悲惨的故事怎么会和我想象的一模一样呢？阿尔卡曼大公自幼父母双亡，人们蜂拥而至掠夺他的财富，却没人与他分担守卫边境的责任。从年少时起，他就在恶劣的环境中经历了无尽的艰苦战斗。我听说他曾热烈地爱过一个女人，但由于身份悬殊，他们被迫分开。他被迫娶的女人是赛茨的母亲，而就连赛茨的母亲在生下赛茨后也去世了。大公曾说，他一生都在思念那个他深爱的女人，和他在一起的时光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这在小说里是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但对他来说，其中的痛苦难以想象。我希望这个男人也能获得幸福。我意识到我必须挺身而出，这个故事里唯一的变量就是我。
这个突然附身于此的人。我握紧拳头，坚定了决心。这对耀眼的父子的幸福，如今落在了我的肩头。我暗自为自己鼓劲，加油啊，米内利！大公低头问我要去哪儿，他眼中毫无兴致，而我则满眼放光的抬头看着他，回以最灿烂的笑容，告知他要去厨房，因为洛基厨师弄到了一些粉色的糖，我们正要去看看。大公听到粉色的糖时，停顿了一下，似乎被这个意外的细节惊到了。过了许久，他缓缓询问我是否喜欢粉色。我表示一点也不喜欢粉色，还想着每次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粉色的头发那么闪亮，都很惊讶。大公迟缓的回应说，他明白了。他的反应表明，即便是强大的北方大公，也被我简短的回答弄得有点不知所措。他微微点了点头，没说一声再见，就径直从赛茨和我身边走过。他这样的行为虽然很常见，但我还是有点恼火，便用略带随意的语气叫住他。大公停下脚步，回头问我什么事。我抱起双臂板起脸，质问他为什么不问赛茨喜欢什么颜色。我的问题让赛茨的脸变得煞白，但我继续怒视着大公，内心想着我真的很生气。大公经常在我和赛茨在一起的时候出现，但他只和我说话，甚至都不曾简单的问赛茨一句你怎么样。我心中埋怨着大公为什么一直这样对待赛茨，他还只是个孩子啊。如果他对所有人都很冷淡，那还说得通，但他只和我说话，这让赛茨的处境更加艰难。我盯着大公，心里求他和赛茨说说话，并且清楚地表达着这个愿望。他似乎注意到了，然而大公只是盯着我，随后伴随着沉重的脚步声转过身去。我被无视了，我愤怒地喊着大人，但大公没有理会，消失在走廊的尽头。我心里想着他至少装作慌张，然后走快点啊，怀疑他是在故意惹我生气，愤怒地握紧拳头。但赛茨紧紧抓住我的胳膊，让我别生气，还说他没事。我泪眼婆娑地看向赛茨，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眼泪突然涌了出来，却发现他正傻乎乎地对着我笑，说米内利为他生气，他就很开心了，对他来说这就够了。我心里想着赛茨这个小天使不仅脸蛋像天使，内心也同样纯净，他越是这样，我心里就越难受。我知道不该把心里的憋屈大声说出来，但还是忍不住向赛茨倾诉，说大公爱他胜过一切。赛茨疑惑地询问我是什么意思，还问我父亲是否真的爱他。我毫不犹豫地大声回答是的。也许是因为我的语气很自信，赛茨似乎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他犹豫了很久，咬着嘴唇又松开，然后皱着眉头问我怎么会这么认为。我听到他的声音里没有一丝希望，心里想着他才7岁啊，怎么能怀疑自己不值得被爱呢？思索着这又该怪谁呢？我的眼泪干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强烈的愤怒，卷起袖子向前走去，嘴里嘟囔着这都怪那个让人恼火的大公，我现在就应该追上去，让他亲口告诉赛茨他爱他。我还没来得及冲出去，赛茨就紧紧地抱住了我的腰，他抬头看着我，眼里满是泪水，说他真的没事，让我别勉强自己。他紧紧地抱着我的腰，用柔软的脸颊轻轻蹭着我的后背，温柔地在我耳边低语说米内利是他的幸运符。我感慨他很会学以致用啊，心里想着哎呀他可真聪明，这个世界上肯定没有幸运符这个词，但他已经能运用得这么好了。还想着我说的话，他总是听得那么认真，不禁感叹怎么会有人不觉得他可爱呢？便拍了拍赛茨的脸，说他很招人喜欢，少爷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有人讨厌你。同时心里真心希望那个铁石心肠的北方大公能快点意识到自己的感情，好好善待他的儿子。如果能把世界上所有的温柔凝聚成一个人，那一定就是米内利。赛茨搂着米内利，把脸埋在他的后背，说米内利我好喜欢你。米内利甜美的声音充满爱意地向他倾诉，说他们的少爷是世界上最美好的，脸蛋和内心都是，还问他怎么能这么可爱呢？赛茨心里想着不对，美好的是米内利，感觉眼泪就要流下来了，赶紧闭上了眼睛，心中想着大多数孩子最先得到的是父母的爱，而自己得到的第一份爱是来自米内利。米内利这个粉色头发的小女孩只比赛茨大8个月，连话都说不利索，却总是呼唤着赛茨，还会说赛茨我爱你。不管赛茨是笑还是哭，米内利都很喜欢他，觉得他做什么都可爱，就算他翻个跟头，米内利也会夸赞他，就算他摔倒了，米内利也会觉得他很萌。即使他们都长大了，这一点也没有改变。米内利看到赛茨消沉，便提议今天把存的可可喝了。赛茨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因为米内利总是跟他说黑发的北方大公不应该吃甜食。米内利说今天我就破个例吧。他像阳光一样灿烂地笑着，转头看向赛茨，赛茨呆呆地凝视着他的脸，仿佛被迷住了，心里想着米内利就像太阳，即使是下雨天或是阴天，太阳也总是在同一个地方闪耀。赛茨叫米内利的名字，米内利握着他的手腕，回头看向他，每次赛茨叫他名字，他回头的样子都让赛茨无比喜欢，忍不住露出灿烂的笑容。然后赛茨说米内利我喜欢你。米内利比任何人都珍贵，面对赛茨的笑容，米内利突然捂住胸口轻呼一声。赛茨惊慌的担忧地看着他，询问怎么了。米内利尴尬地笑了笑，回答说让赛茨转过去一会儿。
他需要一点时间，让心跳平静下来。赛茨心中疑惑，到底是什么能让米内利心跳加速成那样呢？米内利真是让人捉摸不透。咯咯的笑出了声。赛茨又想起了他那总是一脸阴沉的父亲，心中想着我父亲爱我，这不可能。他只有一件事要感谢父亲，那就是把米内利安排在他身边，还想着就算米内利不是保姆的女儿，自己也会注意到她。认识了这么可爱的一个人，他不可能就这样擦肩而过。画面一转，这个地方寒冷干燥，笼罩在黑暗之中。我紧紧握住赛茨的手，蹑手蹑脚地走着，心里想着我们不能发出声音，不然会被发现的。我们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靠近一张旧桌子，伸手去拿一个篮子。就在这时，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一只像锅盖一样大的手抓住我的后脖梗，把我提了起来。一张满是煤灰的脸上有一道伤疤，让这个男人看起来很凶狠。他那粗糙的面容就像捏得歪歪扭扭的陶土，此时扭曲成一个冷笑，对着我咬牙切齿地说，又像只猫一样偷偷溜进厨房了。他看起来就像是那种年轻时在街区称王称霸的小混混。我没有回答，而是指了指旁边，说我不是一个人来的。男人轻轻地把我放在地上，我话音刚落，他就搓了搓手说，啊，一起偷偷进来的。您怎么来了，少爷？不管他笑得多么和蔼，那张可怕的脸就像一个被化成南瓜的西瓜一样假。但即便如此，胆小的赛茨也毫不畏惧地大胆回答说，我们不是偷偷进来的，而是光明正大的进来的。男人连忙说，是，当然，少爷，在城堡里没有您不受欢迎的地方。洛基现在紧张得直冒冷汗，在我面前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调皮的咧嘴一笑，逗弄他说，哇，态度转变真大啊。听到这话，洛基又吼了起来，他的暴脾气又上来了，说态度转变，你真以为你和少爷是一个级别吗？我回应说，有什么区别？这个国家建立的原则就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所以当然世世代代都有很多像我这样了不起的人。洛基让我别胡说八道了，求我别在少爷面前说这些了。我心里想着，哼，反正我一会儿还和赛茨在一起呢。然后冲他吐了吐舌头。洛基叔叔受不了我的厚脸皮，跺了跺脚，说真的，朱迪那么温柔，他女儿怎么这么讨人厌？朱迪是我妈妈的名字。我耸了耸肩，说我随我爸爸，我妈妈也这么说。洛基让我闭嘴。就在我和洛基为了可可粉暗自较劲的时候，一直站在旁边看着的赛茨眨了眨眼睛，问米内利和洛基关系好吗？我不禁打了个寒战。我眨了眨眼，看向赛茨，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天真无邪地笑着。我心里想着这是什么意思，这感觉莫名有点冷。然后歪着头，又想也许是因为这太荒谬了，所以我才会打寒战。我挠了挠手背，回答道，怎么可能，少爷，谁会想和他这种人关系好啊？我转过头看向旁边，本以为洛基会气得冒烟，但令我惊讶的是，他僵在那里，结结巴巴地回答道，不可能，一点也不，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我心里疑惑他怎么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一本正经，感觉很奇怪，于是又歪了歪头问，你怎么了，叔叔？你是不是吃错药了？洛基生气地说，什么药？对长辈放尊重点，你这个小混蛋，我会去做可可，所以就稍等一会儿吧。喝完可可，离开厨房后，我们一起朝着花园漫步走去。赛茨问，你开心吗？米内利。我耸了耸肩，试图掩饰过去，说今天是美好的一天，我喝到了可可，感觉棒极了。我笑得合不拢嘴，可能是因为糖分带来的兴奋。赛茨紧紧跟在后面，开心地笑着说，只要你开心，我就开心。米内利。我听后喊了声少爷，我心里想着怎么会有人这么珍贵呢？然后忍不住捏了捏他那柔软白皙的脸颊。我正全神贯注地欣赏着赛茨的脸，又戳又捏的时候，一个声音打断了我。有人说，米内利，少爷。一个戴着草帽的男孩从灌木丛中走了出来，他有着健康的古铜色皮肤，浅棕色的头发格外显眼。我认出他后喊了声林，他是阿尔卡曼大公城堡的侍卫长卡尔茨爵士的儿子林。我赶忙走到林身边，向他连珠炮似的发问，问他这个时候在做什么，还有腰间那把大剪刀是怎么回事。林笑着回答说，汉斯叔叔找他帮忙。我便说，难怪他现在拿着剪刀。我心里想着他好酷啊，虽然还年轻，但浑身散发着勤劳之人的气质。要是被困在荒岛上，我觉得他会是那种会照顾我，确保我有足够食物吃的人。光是看着他健康的肤色和结实的肩膀，我就觉得自己可以完全依赖他。我认为林可真是个适合结婚的对象。我想着他肯定在我未来新郎的候选名单里。想到这儿，我冲林灿烂地笑了笑，说他真好，就算是别人找他帮忙打理花园的活儿，肯定也不轻松。林回应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当我和林像哲秀和英姬那样相视而笑时，赛茨用锐利的眼神看着我们，询问我们俩怎么回事，是否关系很好。我惊讶地反问，少爷是不是不知道林是谁？心想不会吧，赛茨居然不知道林是谁。我赶忙向赛茨介绍林，说林是卡尔茨爵士的儿子，以后也会像他父亲一样成为一名骑士。赛茨只是敷衍地点点头，说知道了。他的反应和我预期的不一样，这让我困惑地歪起了头。我又补充说，林和我是朋友，虽然林比我大2岁。
赛茨疑惑地问：“是这样吗？”不知为何，我越说，赛茨的情绪似乎就越低落。他那闷闷不乐的语气让我有些尴尬。我尴尬地笑了笑，就像一个姐姐在安抚任性的弟弟，然后向林道歉，说少爷只是有点害羞，他今天第一次见到林，肯定觉得有点不自在。林结结巴巴地回应说：“不，没关系。”还紧张地摆了摆手，他的脸色微微有些苍白，然后转身礼貌地向赛茨鞠了一躬，说：“很抱歉打扰少爷，他现在得回去继续帮忙打理花园了。”我惊讶地问：“现在就走，是不是有点太快了？”林回答：“还有很多活要干，下次见，米内利。”我回应说：“好的。”然后对着赛茨耸了耸肩，说：“和林一起玩真的很有趣，真可惜，少爷。”赛茨眼中闪烁着奇怪的光芒，看着我，询问我和林是不是真的关系很好。我耸了耸肩回答：“我们关系挺不错的，林真的是个很好的人。客观来讲，林是个很棒的人，和我不一样，我在这个故事里只是个配角，而林是原著金丝雀的牢笼中少数几个会用生命保护赛茨的忠诚骑士之一。因为知道未来的事，我对着赛茨灿烂地笑了笑，说和林成为朋友对他没坏处，他应该试着和林好好相处。”赛茨不满地嘟囔着：“既然米内利这么说。”我心想，也许林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不太好，觉得不可能是这样。我赶忙把林所有的优点都告诉了赛茨，说林的剑术非常厉害，将来会超过卡尔茨爵士，还说林很善良体贴，讨厌不公平的事，而且总是阳光开朗。我继续夸赞林的时候，赛茨咬着嘴唇，他那可爱的撅着嘴的样子太招人喜欢了，我都想捏捏他的脸颊。我心里疑惑，他到底在这么认真地想些什么？我太专注于看赛茨的脸了，以至于都忘了自己在说什么。停顿了好一会儿后，赛茨小心翼翼地轻声问我，如果他表现得像林一样，我会不会也喜欢他？我差点当场晕过去，心想什么？他刚才在想怎么让我喜欢他。我再也忍不住喊出：“哦，我们可爱的少爷！”然后伸出双手捏了捏赛茨柔软的脸颊，他像一只心满意足的猫一样眯起眼睛朝着我的手靠了过来。我心不在焉地自言自语，想着他怎么能处处都这么完美，然后意识到自己脱口出了一句：“谁会不喜欢这样的人呢？”就在那一刻，我回过神来，连忙说：“不，他不能那样。”少爷，赛茨疑惑地问：“为什么？”我挺直身子，双手叉腰，坚定地回答说：“之前告诉过他，他将来要成为一位完美的北方大公。”赛茨疑惑地重复：“北方大公。”我双手叉腰，表情严肃，开始说教，问一直跟他说北方大公应该是什么样的。赛茨歪着头回答说：“是一个说话冷淡、行事沉稳的人，就连他这个样子都那么可爱，让我一时有些动摇。”我心想，说真的，他能把我迷死，尽管我应该已经习惯了他带给我的那种让人心跳加速的感觉，但生性温柔的赛茨还是担心起我来，问我：“米内利，你没事吧？”我回答：“没事，我很好，只是想象了他长大后的样子，让我有点头晕。”赛茨皱着眉头表示疑惑。我暗自下定决心，就算他让我辞职离开大公国，我也永远不会离开，我会留在他身边，直到看到赛茨幸福为止。赛茨直视着我的眼睛，脸涨得通红，然后轻轻地垂下了眼帘，接着闷闷不乐地嘟囔说：“可我喜欢像林那样的人。”我对他说：“少爷，成为北方大公可比那酷多了，我已经开始期待了。”我心想，说实话，比起冷漠执着的人，我个人更喜欢温柔的类型，但这不是我想要什么的问题。我不是要把赛茨变成我喜欢的那种人，我想着就连卡纳利亚见到他的那一刻也会爱上他的。有那么一瞬间，我闭上眼睛，想象着故事里未来的场景，男女主角在一片白雪皑皑的平原上相遇，一见钟情。我回忆起在原著故事里，卡纳利亚就想拥抱那个脆弱紧张的赛茨，所以当他变得冷漠沉稳，却又偶尔流露出受伤的内心时，他会更爱他的。一想到他们的爱情故事，我的心就兴奋得砰砰直跳，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当时的我完全不知道赛茨已经开始对我产生感情了。画面一转，一个漆黑阴沉的夜晚，赛茨悄悄从床上起身，他身旁的米内利还穿着外出的衣服，趴着睡着了，手里松松地握着一支钝了的蜡笔。赛茨心想，他画画可真不行。像往常一样，他们在北大公国四处闲逛后的最后一站是自己的游戏室。米内利曾热情满满的答应要为未来的北方大公画一幅肖像，但还没画完就睡着了。赛茨看着画，觉得全是黑色的。米内利说要画未来的自己，可结果只是把自己从头到脚都画成了黑色。赛茨的目光从那画的歪歪扭扭的人像，米内利小手里握着的蜡笔移到他蓬松的粉色头发上，最后落在他苍白的脸上。他看起来好像都快流口水了。赛茨嘴角慢慢浮现出一抹微笑。赛茨轻声呼唤米内利的名字，即便只是叫了他的名字，他灿烂的笑容和轻柔的声音立刻浮现在他的脑海。米内利曾说：“少爷，我真的很喜欢你。”赛茨不禁感慨，这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米内利就像阳光，无论自己走到哪里，他都是温暖自己的阳光。在米内利面前，自己那些阴暗扭曲的想法都消失不见了。赛茨喃喃念了米内利的名字好几遍，微微皱起眉头，觉得连他的名字都这么甜美。赛茨轻声笑了起来，心想他会梦到什么呢？
他伸出手指，轻轻拂去他脸颊上的一缕乱发，然后慢慢站起身，按铃召唤仆人。但走进房间的不是管家，赛茨表情僵硬地盯着走进门的男人，那一头凌乱的黑发和阴沉锐利的眼睛。来人正是他的父亲，北方大公阿尔卡曼。赛茨嘴唇扭曲着，从嘴里传出一个异常冰冷的声音。他说自己叫的是管家，询问父亲为什么来这儿。阿尔卡曼大公说自己来带走那个孩子。赛茨疑惑，父亲为什么要做这种琐事？大公紧紧抿着嘴唇，没在意赛茨的回应，走过去轻轻把米内利抱在怀里，看着代公一声不吭地抱着他。赛茨心中涌起一团复杂的情绪，大公甚至没打招呼就转身要离开。赛茨对着他的背影冷冷地说，他是不是打算以米内利为借口去和米内利的母亲说话？赛茨让父亲别这样了，说他已经错过了机会，别再干涉他们的生活了。一想到父亲娶了朱迪，米内利成了他的女儿，赛茨就惊恐万分，这会彻底粉碎他的梦想。出于本能的恐惧，他像一头被逼入绝境的狼一样咆哮着。阿尔卡曼大公俯视着儿子，说赛茨别因为自己太弱，没办法亲自把米内利弄走，就拿自己撒气。赛茨的脸因这句尖锐的话而扭曲，但大公继续说着，仿佛不在乎赛茨是否在听。大公说，而且自己现在明白了，对朱迪已经不再抱有任何期待，只是顺从自己的心意。一个即使被爱刺痛也不懂爱的男人，就是无法让自己停下来。又对赛茨说了一句后，大公转身离开，说赛茨也没好到哪儿去，像个胆小鬼一样在米内利身边晃悠，别在自己面前装得这么正义凛然。第二天一早，阳光刺痛了米内利的眼睛，他在床上翻了个身，伸了个懒腰，他嘟囔着为什么太阳要这么刺眼的照着，一边不情愿地坐起来。米内利揉了揉眼睛，想起来自己还穿着昨天的衣服，肯定是有人把自己抱到床上的。当他低头看时，发现指尖都被染黑了，是画北大公时用的蜡笔。他想着自己手上全是蜡笔印，得去洗洗手，还想自己的脸是不是也弄脏了，大概是没意识到手脏就擦脸了。米内利慢慢朝浴室走去，看到妈妈已经站在那儿，对着镜子看着，他跟妈妈打招呼。妈妈很惊讶，很快就温柔地笑了笑回应他。他飞奔过去抱住妈妈，询问妈妈在这儿干什么。妈妈说自己只是在照镜子。米内利很好奇，歪着头问妈妈怎么突然照镜子了。米内利心想，肯定有人说妈妈漂亮了，调皮地笑了笑，问自己是不是终于要有新爸爸了。妈妈小心翼翼地用试探的语气问他，如果有个爸爸，他会喜欢吗？画面一转，妈妈用毛巾擦他头发上的水时，开始用温柔的语气说话，就像再分享一段旧回忆。妈妈说自己年轻的时候犯了个错，没能信任自己爱的人，这是她从未听过的关于妈妈的故事。妈妈说自己觉得那个人不爱自己，觉得自己配不上他，所以一时冲动离开了家乡，去了很远的地方。她问妈妈，然后在那儿遇到了自己爸爸吗？妈妈说是的。妈妈说有了他之后，发现自己无处可去，那个男人又向自己伸出了援手，但直到那时才意识到他是真的爱自己，但那时已经太晚了。米内尔觉得妈妈真可怜，决定要帮妈妈往前迈一步，轻轻拍了拍妈妈的手背，说爱情里没有太晚这一说，只希望妈妈能做一个不会让自己后悔的决定。妈妈听了他的话，眨了眨眼睛，一时说不出话来，然后温柔地笑了，说谢谢你，米内利。从妈妈坚定的笑容中，他能看出妈妈已经下定决心了。他们相视而笑，他大胆地问，这么说，这是不是意味着妈妈决定嫁给大公了？妈妈的脸瞬间变得通红，说哦天啊，问他在说什么呀？绝对不是，自己永远不会。洗完澡后，他调皮地笑了，然后冲出房间，大喊着加油啊妈妈，自己去找少爷了。米内利一边疑惑地歪着头，一边朝赛茨的房间走去，心里想着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觉得大公和妈妈之间的气氛有点严肃，自己一直以为他们会在尴尬的沉默中度过余生，永远不会提及这件事，但从妈妈的表现来看，似乎连那个冷酷如冰的男人也能夸赞她的美丽。他心想这确实是个新情况。米内利想着，如果妈妈和大公结婚，那赛茨和自己就会成为兄妹，这意味着自己可以一直永远继续守护赛茨，这样一来，自己岂不是会成为米内利大公主？想到这里，他不禁笑出声，觉得自己注定不只是个小配角，肯定会有这样的转折，所以才成了第一号配角。带着这种自鸣得意的想法，米内利继续朝赛茨的房间走去，满脸笑容的猛地推开了赛茨的房门，向赛茨问好。房间里有管家、赛茨和一个裁缝。管家推了推单片眼镜，严厉地斥责米内利，说不管他和少爷有多亲近，也不能这样贸然闯进来，要是少爷正在换衣服怎么办？米内利对上管家锐利的目光时，满心的兴奋一下子就消散了，立刻缩了回去，又努力装出一副谦逊的样子，向管家道歉，说以后会注意的。管家回应说他最好是这样。赛茨尴尬地笑了笑，告诉米内利父亲说从今年开始，自己也要和他一起去参加北冰墙考察。米内利听后表示了解。北冰墙考察，在遥远的北方有一道巨大的冰墙，冰墙那边是敌境，那是个危险的地方，无人能够穿越，但因为它是边境，不能无人守卫，
阿尔卡曼家族每年会去视察2次，考察要持续艰难的1周，所以孩子们不能参加。这就是赛茨以前从没去过的原因。赛茨羞涩地笑着询问自己，这是第一次是穿这样的外套，问米内利怎么样，是否适合自己。米内利立刻竖起大拇指，说他看起来超可爱，像只小熊宝宝。赛茨害羞地笑了，说米内利才像个可爱的宝宝。米内利则表示绝对不是，光是看着赛茨这样，自己就想捏他的脸。这时管家在米内利身后又咳嗽了一声，米内利觉得自己可能是夸张了，立刻双手合十，装作镇定的样子。赛茨看到他这样，突然大笑起来，然后抬起头对管家说，米内利一件外套都没有，这次给米内利也做一套配套的怎么样？管家一脸疑惑，米内利立刻明白了管家的想法，心想这本来就不是一件寻常的请求，这衣服的光泽显而易见是极其昂贵的东西，就算是大公的儿子，这种东西也不会轻易送人。还觉得他们亲爱的赛茨还不懂人情世故，太慷慨了，把这样的东西送给玩伴。管家肯定在绞尽脑汁，想怎么解释呢？为了帮管家解围，他抢先说自己每天都待在城堡里，不需要外套，没必要给自己。赛茨表示反对。米内利说他也知道自己下雪天不出门，真的不需要，不过真的很感激他的好意。实际上米内利喜欢雪，来到北方后，他发现了那种厚的能把人陷进去的雪的独特魅力，光是看着雪他就觉得安心。但除了喜欢，下雪的时候他不能出门，尽管北方人对他很好，但在这方面他们很严格，因为少爷身体娇弱，要是他感冒了传染给少爷那就糟了，所以下雪时不让他出门。米内利心想，要是自己有那件外套，就能在雪地里打滚，还不感冒了。不知不觉他眼巴巴地盯着赛茨的外套，赛茨注意到了，突然把外套脱了下来，让他拿去，说自己不需要。米内利瞪大了眼睛，裁缝和管家也很惊讶。米内利突然发现外套已经在自己手上了，他感叹着，感觉就像在自己掌心融化了一样。他轻轻惊呼了一声，但很快就回过神来，拒绝了赛茨，说这件外套太适合他了，别给自己。赛茨则说是不适合，米内利穿也好看，米内利穿什么都好看。米内利觉得赛茨心肠真好，对玩伴都这么慷慨，还心想这就是为什么北方黑发大公在故事里永远只能当配角，他们太心软了，自己绝对得照顾好赛茨。他认为赛茨不能这么轻易就把东西送人，要是养成习惯，连他自己的爱都会送出去。于是坚定地把外套还给赛茨，说这是他的，要是他不穿，去北冰墙考察的时候可能会冻伤。赛茨歪着头天真地问他不是说不管多冷，北方大公都从不穿外套吗？所以自己没事的。管家立刻反应过来，质问是谁在传这种胡话。米内利赶紧让赛茨装作没听见，心想他们说好了，完美北方大公计划是他们的小秘密，这次好险，自己好不容易才没让管家发现自己一直在偷偷教赛茨如何成为理想的北方大公。心脏砰砰直跳，管家怀疑地看了他一眼，他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就在这时，赛茨用一种异常冰冷的语气说，要是米内利不穿，那自己也不穿，永远不穿。听到他的话，管家畏缩了一下，最后无奈地叹了口气，垂下目光，顺从地回答说，既然这次米内利似乎也要参加北冰墙考察，那自己也给他做一套。还说少爷真是明智。米内利听到管家的话，瞪大了眼睛，心想自己也要去北冰墙考察，为什么是自己？那是只有阿尔卡曼骑士团和阿尔卡曼家族血脉才能参与的神圣职责。米内利疑惑地歪着头，突然恍然大悟，一拳砸在掌心，心想管家是不是知道了大公阁下和自己妈妈情投意合了？这事儿昨晚才发生，消息怎么传得这么快？他觉得大公肯定表现得很明显，他喜欢自己妈妈。他回想起今早妈妈的样子，正暗自偷笑时，赛茨的脸色比之前更加严肃，严厉地问管家，他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管家又一次露出为难的表情，他觉得难以回答是很正常的，毕竟这关系到主人的私事。米内利心想，他俩是否真的要再婚都还没确定，没必要让赛茨为这事操心。虽说赛茨要是听说他们会成为兄妹，可能会不会高兴，但谁也说不准。米内利欢快地插话，说自己求公爵让自己参加北冰墙考察。赛茨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看着他，询问他为什么这么做。米内利嘿嘿笑着回答，因为自己一刻都舍不得和他分开。听到回答，赛茨的脸上满是感动，而管家很感激能逃过这场对话，他用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松了口气。米内利心里想着，亲爱的管家，你欠我一个人情。画面一转，女仆贝基说看到米内利的母亲偷偷进了大公的房间，另一个女仆听到后发出感慨，这么多年都相安无事，现在却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有女仆猜测，也许他们一直在等合适的时机，谁知道以前是不是真的什么都没发生过。更有女仆说，她从一开始就纠缠不休，想钻进大公府，还提到她还带着个孩子。提到孩子时，女仆们意识到米内利可能听到，她本想装作不知道，表现得若无其事。她觉得自己看的那些小说终究只是小说，
在他读过的言情小说里，女主角总是能神不知鬼不觉的从大公的房间溜出来，但在现实生活中，似乎城堡里的每个人都已经知道了。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周围的人反应都很不好。他知道母亲很敏感，也很心软。母亲听到这些议论，肯定又想逃跑了。想到这里，米内利敲响了赛茨的房门，还没等听到回应，就推开了门，像往常一样呼喊着少爷。但今天，赛茨有些不对劲。赛茨用异常冰冷的目光看着他，他疑惑地歪着头，询问赛茨怎么了，是不是刚睡醒？赛茨尖锐地让他别过来，他吓了一跳，僵在原地。赛茨从来没对他大声吼过，所以他尴尬地站在那里，像根木头一样僵硬。他轻声唤着少爷，虽然是他停下了脚步，但看起来受伤的却是赛茨。赛茨咬着嘴唇，声音颤抖又微弱地说，自己今天没心情玩，让他能回去吗？他无奈只能回答好吧，然后转身离开了。他是个敏感的孩子，所以他肯定压力很大，今天就先别打扰他了。对赛茨来说，米内利就像太阳，是他世界里唯一明亮又温暖的存在，因为有米内利，他的世界才明亮又温暖。要是没有他，他的世界会立刻陷入黑暗。对他来说，米内利是唯一重要的人，他从未从父母或其他人那里得到过爱，他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在了他身上，正如他真是病爱着米内利一样。米内利也同样需要多关注他才行。那个曾让阿尔卡曼长久以来被称为北方怪物公爵的誓约之兽，一种近乎恶魔的邪恶存在，他基本上以人类的负面情绪为食。据说前任公爵夫人，也就是赛茨的母亲，在生他的时候就被这个黑暗之灵吞噬了，但自从朱迪成为他的保姆后，他就再也没出现过。所以人们都相信黑暗之灵陷入了沉睡，仅仅是出于不想把米内利吓跑的念头。那可怕的影灵才一直被压制着，但现在成了他的妹妹，而且成了他永远无法拥有的人。赛茨让管家只需要点头，他紧皱的眉头仿佛在说，自己甚至都不想听到管家的声音。随后询问父亲是否已经决定再婚，管家慌乱的点头，思绪纷乱。赛茨感觉自己仿佛正从悬崖坠入深渊。1周后，赛茨开始躲着米内利，已经有1周了。米内利躺在床上，挥舞着胳膊和腿大喊，抱怨赛茨怎么能这样对自己。整整1周，赛茨一次都没来看过他，满心的沮丧让他使劲儿捶打着床铺，哭诉自己把赛茨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养大。赛茨怎么能这样对自己？至少要是有什么烦心事，也该跟自己说。他情绪太过激动，没听到身后那微弱的声音，双手抓着头发，继续悲叹。不管怎样，这种冷战太过分了，不公平。自己也还是个孩子，有人侵犯他，他自顾自的哭诉，这不公平，自己的小天使怎么能这样？随后又告诉自己要相信赛茨，自己认识的赛茨不会这样的，但又觉得盲目信任1周也太久了，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就在他沮丧地抓着脑袋时，一个尖锐的声音喊他的名字，他正痛苦地在床上打滚，赶紧坐了起来。